有这么一个技术热潮，它席卷全球，让全民狂热，人人参与，资本为它孤注一掷，投入大量的定制硬件。它号称是革命性的技术突破，它是要颠覆现有的商业秩序。我说的不是现在的 AI，而是10年前比 AI 还火的区块链。当年这矿我挖过，这币我炒过，技术我研究过，项目我开发过。作为曾经的重度参与者，看着如今死翘翘的区块链，我却丝毫不怀念它，甚至想说一句好死。所有算得上是成功的区块链应用都没能跳出电子货币的范畴。电子货币是区块链最完美的应用场景，这是因为去中心化这个中本聪填上的最后一块拼图，自始至终都是区块链技术最重要的价值体现。那些加密货币和它们的衍生品，比如可以算是赛博郁金香的 NFT，它们需要脱离现有政府、法律和社会秩序的约束，只有去中心化能做到。而国家发行的货币想要电子化，也需要去中心化，这样其他国家的政府和金融机构接受起来才更容易，货币才能在国际间流通起来。这也是数字人民币使用区块链技术的原因之一。可以说，在货币交易这个业务场景下，区块链做到了真正的技术突破，解决了其他技术无法解决的需求。但不幸的是，电子货币也是区块链唯一有价值的应用场景，因为去中心化这个技术突破不具有通用价值。我们中的绝大多数既不是央行、美联储这些掌握国家货币的机构，也不是需要跨国贩毒、走私军火、洗黑钱的神秘大佬。我们日常面对的大多数问题，需要的不是去中心化，而是更传统的效率、容错率、灵活度等等。为了最大程度的去中心化而搞出来的 Proof of Work 这类共识机制，反而会让企业望而却步。很多人对 Proof of Work 的风险认知仅停留在50%的算力上，但实际上，考虑到人都是自私贪婪的，在博弈论的影响下，真正的临界值是33%。用比特币举例，早在2018年，最大的挖矿团队就已经拥有了20%的算力。如果头部的2个挖矿团队联合起来，就已经可以操控比特币的共识了。不可控风险永远是企业需要优先规避的，所以业界在摸索区块链落地时，一般都不考虑公共链，而是联盟链。两者最大的区别就是准入门槛。联盟链不对公众公开，加入网络的节点和参与数据读写的用户都需要获得授权批准。有了这个门槛，共识机制的设计空间就大了很多。比如15年成立的 Hyperledger 项目，由 IBM、英特尔等巨头联手，他们的开源框架 Fabric 就是市面上最好的联盟链框架。Fabric 在17年发布的 1.0 版本，共识机制用的是 Kafka， 大家熟悉的消息队列框架。此时的 Kafka 甚至还没有达成 exactly once delivery 的保障，所以是名副其实的，别管准不准，你就说它快不快吧。在20年 Fabric 发布 2.0 版本时， Kafka 被拿掉，换成了分布式数据库常用的 Raft 协议。Raft 算法主要解决的是个别节点出现故障时如何达成共识的问题，这时速度就向容错让步了。而到了24年的 3.0 版本， Raft 被换成了 BFT， 和 Raft 相比， BFT 考虑的更多，除了节点出故障、延迟之外，它还会考虑节点被黑客劫持、故意捣乱的情况。这个演化过程很好的体现出 Fabric 框架一直在灵活度、容错率、效率等多个维度上进行调整，以求找到最合适的比例，满足业界的需求。但无奈的是，不管怎么找都找不到那个平衡点。它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复杂度。就拿 Fabric 框架举例，要搭建一个 Hello World 系统，你至少要部署20多个服务，其中包括负责签发证书的 CA， 负责数据传导的共识框架，记录当前状态的数据库，以及参与读写的对等节点。我记得我当初照着官方文档启动一个 Hello World， 花了差不多3天才成功，因为这里面有太多可以出错的地方了。更糟糕的是，因为区块链包含了大量的新名词和新流程，如果你不全部了解，就会寸步难行。所以不管是负责设计的、开发的、测试的、维护的，还是最后的运营和用户，所有的参与方都得先成为区块链专家才能进场。这也是很多区块链项目半途而废的原因。立项之初觉得一帆风顺，直到多方入场之后，才发现门槛比想象中高太多了，算了算有点不划算，所以最后搁置下来。但比起复杂度，区块链更大的问题在于运行效率。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区块链从根本上不可能比经典架构更快，因为默认一切不可信，
区块链必须花费更多的资源和流程去检查节点验收数据的真伪。不管你用的是哪种共识算法，都需要大量的双向通讯、大量的数据往返，而且节点越来越多之后，达成共识的成本也会越来越高。经典架构则完全没有这些烦恼，除了 master 节点挂掉要另选 master 之类的特殊情况，绝大部分的数据通讯都是从 master 到 slave 的单向通讯，简单高效，由此也带来了极强的扩容能力。节点的增加对通讯成本几乎没有影响。当年促使我弃坑区块链的导火索，就是我用区块链技术开发了一个物联网系统之后，发现它慢到离谱。我用当时市面上最顶配的电脑去跑测试，甚至都跑不到10个 TPS， 我都不敢想把它部署在服务器上会是什么样的景象。更多比我聪明的人，则是在试题阶段就发现了这个问题。比如数字人民币就在白皮书上提到，区块链的效率无法应对正常的交易需求，所以在架构设计上，数字人民币明确地分开了发行层和交易层。只有在频率比较低的货币发行、机构对账上用到了区块链，而在日常交易中用的还是经典的中心化架构，一切交易走央行的服务器。因为高频高并发的交易场景只有经典架构能够应付。在区块链热潮最顶峰的时候，整个业界都是在自我麻醉的。他们没有直面区块链的技术缺陷，而是给它贴金，强行上价值。举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在2018年，新加坡能源，也就是新加坡广电力的国企，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基于区块链的绿色证书交易所。绿色证书 IEC 就是类似于碳排放权的东西，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国家都有环保类的交易所，也都可以进行 IEC 的交易。那么为什么还要用区块链造一个新的交易所呢？对此，新加坡能源公司的描述是，它能够让交易变得更简单、安全、高效。这真的是哄堂大笑。所以毫无意外的，在发布会之后，这个交易所就再也没有被提及过了。新加坡能源公司甚至都没有发一个下线公告，估计是觉得这次跟风有点丢人吧。这个例子很经典，是因为它提到了这几个卖点，也是很多企业在搞区块链落地时候用到的说法。但别说简单和高效了，就连安全，区块链也没有比经典架构好到哪里去。因为大家用的都是同一个套路的加密算法，都是用私钥对数据签名，然后用公钥核实签名。加密算法安全，大家就都安全；加密算法被破解了，大家也都得一起死。这种情况下，甚至可以说经典架构还更有一丝生机，因为你还有机会打补丁换算法。而区块链因为 immutable 的核心机制是没有办法去改内部的加密算法的。在热潮退去之后，大家才意识到那些现有技术解决不了的问题，区块链也解决不了；而那些能用现有技术解决的问题，区块链也没办法提供更好的解法。对于绝大多数的政府、企业和个人，区块链就是这么鸡肋的一个东西。如果说大数据浪潮留下来了丰厚的技术遗产、先进的商业理念，那么相比起来，区块链留下的是一地鸡毛。这项技术唯一存活的分支，成了各路骗子和傻子的舞台。割韭菜的用来骗韭菜，创业者用来骗投资人，总统用来骗民众。这对于那些为这项技术奠基的计算机科学、网络安全、密码学领域的伟人们来说，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尤其是已逝世的 Len Sassaman 和 Hal Finney 两位理想主义者，也是圈内认为最有可能的中本聪本人。他们要是知道自己创造的乌托邦会是这般结局，会不会后悔当初把它造出来呢？会不会宁愿让它跟自己一起藏埋土里呢？我也只能 RIP 了。